没事，抱歉，刚才说哪里了？港口。哦，这是个民用港口，差不多有80到100个船舶位。这周边配套的这个商铺和酒店公寓楼，都已经在修建了。嘉少，你喜欢航海吗？我舅舅才送了一艘新的游船给我，上个月刚刚下水的。我想请上同学和朋友，在船上开个鸡尾酒会，到时候一起来玩吧。多谢李小姐的盛情邀请，只是我有些怕水，平日里尽量不出海，恐怕让你扫兴了。喂，杨先生，你好，这里是北平饭店，之前给您留的打扎蟹，冯小姐一直没有来，您看还用给您留着吗？先留着吧。好的。喂，找谁呀？你好，我找一下住在3楼的冯小姐。她呀，她不在。她去哪里了？这我可不知道，她走得急，也没跟我们知会一声。那她大概什么时候走的？2天前吧，一大早拎个箱子就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谢谢。陈秘书，少爷，您立刻去查一下冯世珍的下落。好。少爷，是不是冯小姐出了什么事了？我怀疑她已经回上海了。怎么会回上海啊？冯小姐不是在北平教书吗？您立刻派人全上海给我找，尤其丁景梦学院那边，一旦发现她的踪迹，立刻告诉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你出去一趟，看这样子心情还不好了？因为姨母的事情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问问她，看看她会怎么说。好。您别客气，吃吧。哎，好。我呀，让厨房随便做了几个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。哪有不合口味的？都说上海菜精细，是我有口福才对。来，谢谢。姨母，我爹他……我知道你想了解你爹娘当年的情况，我也好好的回忆了一下，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荣家早年呢还是镇上的富户，后来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其实在你出生前就已经难以支撑了，长工都辞掉了一大半。姐夫他是个有远见的人，也不想守着那几亩田地，总想出去闯闯。当时好像是揣了50块钱，就跟镇上的人一起去上海做生意了。那我娘她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啊？你娘过门没多久就怀了你，所以留在了郭家镇。我爹来了上海以后，他做什么？他具体做我也说不清楚，好像就是在码头上进一些次等的舶来货，走街串巷的叫卖。后来跟朋友合租了一间铺子，生意好多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他那朋友欠了钱，你爹就把铺子给抵了出去，替朋友还钱。
我爹他经常干这种帮衬朋友的事情吗？姐夫他为人很仗义的，朋友也多。那刚去上海那阵，跟几个朋友合租了一间石库门的房子。那朋友家里孩子多，他就把那个朝阳的大屋子让给朋友住，自己去亭子间住了。为了这事儿，姐姐没少说他，说他太老实了，怕他以后会吃亏。你别看你爹娘经常分居啊，可是他们2个人的感情是极好的。珍珍，听说你爹现在已经是上海滩顶天富贵的大老板了，你快去跟他相认啊！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，都不知道开心成什么样了。是啊。大姐，你刚才说荣定坤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发家致富了，这笔钱他怎么赚的？买彩票。名字记不起来了，应该。我想起来在哪儿听过阿和这个名字了。先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曾经为了拿到荣定坤的印信，在他抽过大烟之后接近过他。他当时神志不清，把我错认成阿和，一直冲着我喊，让我不要回来找他寻仇，情绪当时一度崩溃。你先看一下杨先生查到的线索。这是荣定坤的身体检查报告，上面详细的记录了荣定坤的身体状态。他的双腿骨骼完好，没有过骨折的旧伤。果然是这样。荧幕口中我的父亲，为人正直、善良，对朋友热诚讲义气，跟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。而现在的荣定坤，小心多疑，妻妾众多，而且他贩卖军火烟草，无恶不作。这些已经足以证明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但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长得如此之像，甚至一个人可以顶替另一个人，骗取他们亲人的信任。说话口音、行为举止都可以模仿，但是毕竟这是两个人。所以荣家全家都暴病而亡，我母亲惨死，跟真的荣定坤关系密切，有能够辨别真假的人全都死光了。所以这不难解释，你会觉得杀了你母亲的人是你父亲。我记得当时天色昏暗，又是寒冬腊月的，如果有一个酷似我爹的人，在容貌上做了一些修饰，比如说胡子，比
比如说帽子，那我娘很有可能把人认错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可以在你母亲反应过来之前先下手。一个受伤的孩子掉到河里，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了。至于那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就更好处理了。我当时已经一跃即逝，他自然是要杀了我。可我弟弟当时不过只是个婴儿，他或许他还活着。就算荣定坤再穷凶极恶，也应该不会对一个婴儿下手。方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查一下，看看荣定坤在那个阶段有没有将什么孩子送人或者寄养。杨先生，我倒是不太赞同您的观点。荣定坤秦水根。秦水根既然已经把荣家上下全都灭了口，他怎么还会在乎一个孩子？我要去找秦水根，我要问问他把我爹的尸身藏哪儿了？20多年了，我爹一直背着杀妻灭子的罪名，他在天有灵，不知道有多冤屈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要为我爹证明。秦水根虽然说现在是个废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不是一般人。如果我们贸然登门对质，反而容易被牵着鼻子走，我们会很被动。所以，当务之急，要先找到令尊的尸骨，再逼他认罪。那岂不是如同大海捞针？20多年前，谁知道他会把尸体藏匿在何处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尽快派人去查。